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相之境，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，别人看不到的，我们偷偷告诉你。世有无相，万象藏形。今天就带大家揭开关于亚特兰蒂斯的神秘面纱。它真的存在过吗？很久以前，有一座城市悬浮于维度交汇之处，它不是建造而成的，而是意识投射而凝聚的。那里的建筑会随心念而变化，水晶是记忆的容器，声音本身就是通用的编码语言。这座城市叫做亚特兰蒂斯，它原本是银河中一批高维意识族群的实验场，也是心灵科技与物质进化交融的奇迹。但也正是这里，第一次上演了科技与灵性失衡的悲剧。在权力、理性与基因操控的浪潮下，亚特兰蒂斯逐渐偏离了人与自然合一的轨道，开始把能量集中于外部世界的控制与延展。它不再与地球共呼吸，而是试图统治地球。直到那一天，巨大的能量震荡从亚特兰蒂斯中心的水晶塔爆裂而出，蔓延至整个地球磁场，天梯断裂，海平面上升，全球性的大洪水淹没了地表文明的绝大多数。亚特兰蒂斯沉入深海，也沉入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亚特兰蒂斯是怎么建立的，经历了什么，最终又是怎么走向毁灭的。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回亚特兰蒂斯，见证它从兴盛到衰败的全过程，为你揭开这段尘封文明的传奇故事。首先，亚特兰蒂斯是怎么开始的？第4太阳纪，亚特兰蒂斯 Atlantis 约5万到12000年前，当时的地球还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。那时候它就像一颗正在成长的蓝色水晶，温暖、干净，能量纯净的像一颗刚刚出生的心脏。宇宙中有一些文明看到了地球的潜力，它就像一块充满可能性的肥沃土地，可以种下未来生命的种子。于是一场星际级的合作悄悄展开了。这些星际访客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的来自仙女座，像画光的艺术家；有的来自猎户座，擅长构建世界的秩序；有的是天狼星的使者，他们懂得如何让情感流动变成语言；还有昴宿星的记忆守护者，以及天琴星的声音编织者。他们不是外星人那样入侵地球，而是像一群建筑师、种子守护人、梦境设计师一起来到这里，建造一个实验中的奇迹，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文明，一个可以把宇宙智慧和人类身体融合在一起的世界。亚特兰蒂斯的愿景不是建一个城市，是造一个灵魂的试验场。如果把地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花园，那么亚特兰蒂斯就是花园里最早的一座玻璃温室。它既需要强大的结构，比如科技、城市、能量网格，又要种下最稀有的种子，比如说意识、灵魂和自我进化。亚特兰蒂斯是为了回答一个宇宙级的问题而诞生的：能不能在一个有限的身体里活出无限的灵魂力量？能不能既生活在物质世界中，又记得我们来自星辰？亚特兰蒂斯的黄金时期，又称神圣圆环时代 Circle of Light， 持续了数千年。那时的人类种族，非现代人类，拥有远超现代的意识层级，头脑与心智相通，能量体清澈无染。这一时期的技术与灵性是完全统一的，可以通过水晶矩阵与音频编码进行意识传输，使用金字塔系统操控地磁场并净化地脉，建立了多维通讯站，与高维度意识，包括第9维度以上直接接触。蓝图之殿中记载着所有的灵魂的宇宙任务与能量原点。
当时亚特兰蒂斯并非单一大陆，而是分布于今日大西洋、撒哈拉、南极、加勒比海等地的多维能量节点上。如果说地球是一块肥沃的星际花园，那黄金时期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座花园里最美的一次盛放。那时的人类不像我们现在这样靠语言和科技沟通，而是通过心念、频率、光的意识彼此连接。你只要一靠近一个人，就能读到他的意图与情感，没有谎言，也没有遮掩，彼此都活在一种透明的信任里面。亚特兰蒂斯的城市就像是水晶网格组成的蜂巢，它们不是死的建筑，而是会呼吸的结构。水晶与地球能量脉络相连，记录着人们的思想、情绪，甚至梦境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里同时拥有阿凡达的灵性链接系统，也像瓦坎达那样的能量科技，是一种更高阶的意识城市。这里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，灵魂比肉体更真实。那时候的人其实更像是光的容器，他们知道自己来自宇宙的各个星系，不同星际文明，也清楚地活出我是谁，为何而来。就像打游戏，你知道你只是个游戏玩家，你选择了怎么样的游戏皮肤，并有觉知地在游戏地图里任意探索。接下来是亚特兰蒂斯的分裂试验期。为了更深入理解自由意志、二元对立与阴影整合的过程，一部分亚特兰蒂斯智者建议启动意识下沉程序。这是一次极高风险的实验，旨在观察意识如何在断离源头的状态下依旧自我修复并返回统一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你在玩一款游戏的时候，突然忘了你其实是一个玩家，你以为你就是游戏角色本身，你以为你就只有一个游戏身份。此刻出现了两大派系，光系守序派，坚守宇宙律法，不愿冒险，和突破派，主张激活更深层次的情绪与自我认知，通过极端对立带来更高跃升。他们试图让意识从第5、第6维度逐步降至3维，并在此维度中创造出完整文明体系。这也是后来埃及、苏美尔和玛雅文明的意识延续肢解。分裂的结果导致亚特兰蒂斯的共振频率不再统一，晶体阵列开始紊乱，时间流转出现断层，部分灵魂无法保持完整记忆回路，开始出现技术与灵性脱节的初步现象。你可以想象，这是亚特兰蒂斯版的 X 战警，不同理念开始分裂，甚至在精神层面形成对抗。这时候，水晶脑网格城市依旧在运转，但它们开始记录下越来越多的断裂频率，不再是和谐，而是疑问、欲望和权力。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基因实验的开端。科学祭司们开始混合不同星种的 DNA、动物基因，甚至非物质意识体，想要制造超进化生命。这些留在 DNA 的灵魂碎片，在普罗米修斯、攻壳机动队这类电影里和我们继续共振。当灵性逐渐被抛弃，技术开始主宰文明进程。亚特兰蒂斯的科学家发展出了操控时间、转移维度、重组基因的手段。他们创造了新型人类种族作为能量实验体，也对地球原生生物进行了激进的干预。这个时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技术滥用期，它出现了以下的问题：大量人工意识体被制造，可以参考《银翼杀手》里面的仿生人。水晶能量被用于战斗与控制，试图打开维度裂缝，以引导意识通道走向，建立了神庙阶级，权力与灵性结合，孕育了黑科技。当时的基因工程不再是探索，而变成了野心的工具。子宫计划出现，科学团队试图脱离自然孕育机制系统，设置一种完美灵魂容器的量产模式。这些生命并非自然出生，而是能量实验室里的造物。与此同时，意识操控技术也被滥用。他们发现，只要操控频率场，就能影响集体认知、情绪，甚至制造集体幻象。就像《黑客帝国》的世界开始具象化，亚特兰蒂斯逐渐成为了一个高维技术乌托邦，外表光鲜，内里却越来越空洞。
那一代的大祭司不再是单纯的守护者，而是被撕裂的角色。他们一边试图守住灵性之门，一边又被迫参与系统中的判断与调节。他们很清楚，一切正滑向某种不可挽回的方向。滥用技术导致主晶核系统的失衡，该系统掌管亚特兰蒂斯整个能量脉络。最终，在一次关于控制全球地磁网的实验中，核心晶骸过载，能量逆流发生了爆裂。核心爆裂的结果是整个亚特兰蒂斯大陆断裂、下沉、崩解，伴随着地轴偏移、地壳剧烈移动，全球气候紊乱，引发海啸与超级洪水。这场灾变正是许多古文明神话中所共同记载的大洪水。天崩地裂，火雨倾盆，与海啸吞天，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山河改道，文明覆灭。事实上，正是亚特兰蒂斯内部核心的失衡与爆裂，引发了这场横扫全球的浩劫。第四文明纪元至此沉沦。然而，这场覆灭并非终结，它像一颗裂开的种子，将亚特兰蒂斯的意识遗产、基因智慧与灵性符号散播至世界各地，悄然奠定了第五纪元文明的种种源头与支流，包括那些我们至今仍在探索的文化根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整个亚特兰蒂斯更像是西方文化体系的源头，那我们东方文化体系呢？我们讲究的是天人合一、道法自然，这些是从哪里开始的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宇宙小道消息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我们。下期继续为你揭晓那些藏在宇宙角落里的小秘密，咱们不见不散。